大家好，我是九哥。视频中，广东一对夫妻俩为了给孩子上学，狠心贷款30年买房子，结果还了6年之后，现在断供了。如今的房子是被回收拍卖，夫妻俩呢还欠了一大堆的债务啊。妻子在街头痛哭崩溃啊，丈夫也只能蹲下来安慰安慰了。有网友看到后纷纷表示，凡事要量力而行，没有固定收入千万别买房。以前没有钱，但是很快乐，现在呢不但没有钱，而且还不快乐。一个月收入4000块钱，房贷就得还5000，你说这要怎么生活啊？如今发生房贷断供被拍卖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的。如果不是为了给孩子读书的话，我相信大部分人当初都不会选择去贷款买房的。前天我去了我表姐家，她是一位小学老师，她丈夫呢是普通的打工族。19年她结婚之后呢，夫妻俩就在惠州买了一套房子，她现在都要愁死了。她真的非常的后悔，跟我在那里吐槽。她说后悔当初为什么要买房子，现在每天一觉醒来就提心吊胆的，担心今天会不会失业，会不会被炒鱿鱼，想着房贷还款的事情，真的是现在吃不安寝不食啊。她昨天一路跟我说了房子贷款的事情，现在还有62.530块钱没有还。我选的是每个月多还1000块钱，所以呢，这个年限在缩短，就是现在还剩17年。我们当时刚贷款的时候，利率是5.88，想当初贷90万，5.88的利率，选的还是等额本息，一共要还200万给银行。刚开始每个月还的贷款是5320块钱，光利息就要4400，本金才900多块钱。所以说后面还了5年之后，你会发现给银行的基本都是利息，本金才还几万。所以我就说我要提前还了，不提前还真的是吃人啊！我用的形容吃人啊。当初没有选等额本金，是因为大家都选的等额本息嘛，就说一直在通货膨胀嘛，说什么零几年的时候、90几年的时候，那个人民币2万块钱可能是非常非常多，那现在呢，2万块钱值多少钱？没多少钱。所以他们就说等过个10年、20年，现在的20万对于以后的20万不值一提了，所以我们才选择等额本息啊。选了这个方式之后，发现每个月都在给银行还利息，每个月都在提利息，本金才一个月还1000块钱。那如果说还1000块钱，还5年，5年，每年12个月，你就还6万块钱。现在才发现，前几年没有买房的那部分才是最幸福的。买了房的那些人，就像我们这种，头发都愁白了。我这里啊，头发都白了好几根，我才30岁。原本呢，我的那个年利率是5.88，现在降了4.2，等额本息本来是贷的是30年，360个月，现在我就是说都给银行还1000块钱嘛，那每个月就是还1900块钱本金，然后给银行还要给2000的利息。现在我的剩余贷款的期限是214期。现在中国的房价又全面下跌了。7月15号，统计局发布的6月份的房地产数据显示，全国有70多个大中小城市二手房呢全部下跌了，没有一个上涨的。从真实的数据讲一下，这可不是我瞎编的，这都是有数据支撑的。今年的6月份是关键的月份。今年的5月17号，国家出台了一个517楼市新政，将以前的硬性条件呢首付30%降到了现在的最低15%，也取消了贷款的利率下限。这个条件一出啊，当时的楼市一片看好，觉得这个政策楼市肯定会大涨的，认为房地产即将要转向。其实也不怪他们做出这样的判断的。
你想想啊，100万的房子，以前30%就是首付30万嘛，那么现在已经降到15%呢，就是首付10万块钱就可以了，就等于是购房的门槛已经降低了很多了。以前很多买不起房的老百姓呢，现在只要15万块钱就可以买得起了。基于这个考虑呢，他们就觉得楼市啊可能要转向了，要变好了。甚至有人预测，当时呢6月份的房价将会迎来报复性的上涨，想法是很美好的，但是现实是很骨感的，房价涨还是跌，不单单是靠政策就能扭转的，经济才是根本。那老百姓能挣到钱的话，手里有钱了，他们不知道去消费吗？他不知道是好吃好喝的吗？住个大 house， 他不舒服吗？是吧？你再看看现在身边的就业好起来了吗？收入提高了吗？降薪的降薪，裁员的裁员，做生意的倒闭。你就是把那个房价首付降到0，不要利息，那老百姓现在他也是买不起啊。你说谁敢去花大价钱去买房子啊？平时吃点喝点啥的，现在都是要省吃俭用啊。所以啊，新政策出来之后啊，新房现在买的多不多，咱们就先不提啊。但是实打实的这一轮二手房的价格全部下跌，你说奇不奇怪？为什么要关注二手房的价格呢？因为新房是有限价政策的，价格波动呢受限，不能准确的反映市场情况。但是二手房的是自由交易价格，才能真实的反映出市场的真实情况的。具体来看一下，武汉的二手房下跌是最厉害的，12.5%，这是平均值啊，这是跌幅最大的城市，相当于100万的房子掉了12万5。其他跌幅超过10%的大城市啊，包括很多啊，厦门、广州、宁波、温州、徐州，这都是属于大城市吧。再看一下4个一线城市的房价，北京下跌7.8%，上海下跌了6.3%，广州下跌了12.4%，深圳下跌了9.5%。看数据的话，跌的真不多哈，才10%、5%左右是吧？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的是，这只是个平均值啊。就像你前几天看的那个新闻呐，天津武清的那个楼盘，从169万跌到了39万，这个跌幅都快跌了70%了。越偏僻的房子跌得越厉害，大城市的郊区也跌得比较厉害的，4线以上的城市跌得也是非常厉害。你看像一些1线城市、2线城市嘛，这些产业经济人口都很强的城市，他们都没有办法抵挡这么大的趋势。现在这个高房价已经严重透支了这些城市的支撑力了。聪明的有钱人呢，人家是不会买的；收入下降的中产阶级呢，他们也不敢买。你想想，你要是有100万，那妥妥的是中产阶级了吧？你贷款200万。首付个100万，然后花300万块钱去买这个房子是吧？你就会从一个中产阶级变成了一个负债200万的穷人，是这个道理吧？再说了，这几年的行情，你有100万你也不敢出手啊，普通人呢他更买不起，就算是降的首付，也好多人买不起的。1线城市都是这样，你说2、3、4、5线这些城市呢，那就更难复苏了。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